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本期我们接着来看周末的女武神第9场对决，列奥尼达一世对战太阳神阿波罗。上回说到，在比分4比4打平的关键局上，神明方找到了太阳神阿波罗，人类方找来了斯巴达之王列奥尼达一世。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的一瞬间，列奥尼达便已经卡着点杀到了阿波罗眼前。开场的突然袭击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这场恩怨局多了几分不一样的看点。说到那个男人，城里的少年眼里都闪烁着光芒，将他视为希腊第一，哦不，世界第一帅气的男人。老人们枯竭的血气也开始重新涌动，光是见到那般身姿就令人血脉喷张。老战士们也会重新燃起战斗的欲望，更不用说士兵们，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就肾上腺素飙升，让人觉得一定会胜利，即便是对方有30万人。古往今来有无数英雄豪杰，但不得不说，斯巴达王的背影是人类史上最耀眼、最瞩目的存在。公元前480年，发生了一起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战役，由波斯帝国血西斯王率领的30万斯伯大军，为了吞并以斯巴达为中心的希腊城邦联盟，大军压境。比斯的斯巴达城邦内还在举行长老会议，商讨是否要出征。门口的守卫名为哈吉斯，健硕的身材都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吐槽这会议开得也太久了。在会议厅的中央矗立着一座雕像，正是他们信奉的太阳神阿波罗。中央的圆形会议台上，几名长老正持不同意见对峙着。不行，不能和波斯开战，现在正是卡尼亚节，要是开战的话，阿波罗大人会降下神罚的。2名年纪稍大的长老口中所说的卡尼亚节，是赞扬阿波罗无上荣光的祭典，在节日期间禁止一切军事行动，这是曾降临于世间的阿波罗向人民传达的旨意。这条神谕代代相传，对他们斯巴达人来说是绝不可违逆的严令。稍年轻点的议员以战况来反驳道，要是不在波斯大军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前阻止他们的话，斯巴达民众甚至整个希腊都可能化为焦土，我们必须要迎击。按照现实情况进行的分析，在2位老一辈眼里就是个笑话。所以呢，难道你是想违背我们斯巴达100年来守护至今的神谕吗？这场会议上聚集的几乎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老辈，对于小辈们的想法，多数都不是很在意。不用担心，卡尼亚节举办个几天就结束了，等祭典结束再开战也不迟嘛。可这样的话会耽误出战时机的。哈哈，我们可是最强的军事国家斯巴达，你们这些小年轻怎么会懂呢？只是延误几天，不会阻止我们斯巴达获得胜利的。年轻人还想说些什么，但又被那群老头以神谕为借口驳回。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违逆神谕。老一辈的故事都看在门口的哈吉斯眼里，作为年轻人，他也很不爽这些老头，明明一开始就不打算听年轻人的意见，但作为斯巴达人，神谕又的确是不可触犯的，那就没办法了，反正总会有人来处理的。这便是当时他的真实想法。这段经历正是出自哈吉斯的回忆，他是那一切的目击者。那时候的他和多数斯巴达民众一样，遵循着神谕去做，根本就不需要带脑子去思考，思想被禁锢住了。但每每想起那一幕，他都要感叹，只有那个男人与众不同。会议进行到尾声时，列奥尼达笑着说道：哈哈，别逗我笑了，什么狗屁神谕，狗屁阿波罗，你们是傻逼吧？那语出惊人的一幕深深震撼了在场所有人。他径直走向了正中央的圆台，一边说着：什么狗屁神，老子见都没见过，我可不会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那种家伙，我将会出征。长老们怒斥着，就算你是斯巴达王，没有议会的同意，你是没办法发动战争的，难道你要藐视议会的权威吗？那个时候的军队虽然是由斯巴达王亲自统帅，但出战权的确是由议会决定的。还有你竟然对阿波罗大人说那种污秽之词，不可饶恕！不可饶恕？谁饶恕？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家伙吗？只见话音一落，雷奥尼达竟出那阿波罗雕像挥去了拳头，吓得长老们疯的似的冲了过来。根本不带一丝犹豫，雷奥尼达一拳轰碎了阿波罗神像，转身便往外走去。拳头上的血迹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现在就算降下神罚，也只会针对我一个人了。你们还有什么屁话要说吗？没事，我就先走了。给我站住！你这家伙竟然公然违背100年来的神谕，这样谁都不会跟随你的。一人发难，这些长老们全都怒斥着，背叛神明都要去战斗，就这么渴望流血牺牲吗？对此，列奥尼达的回应是：谁想去打仗啊？累得要死，我还不想死呢。喝点小酒睡个午觉那多舒服。
但现在这个时刻，必须战斗，该作战时就得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战，这就是斯巴达。话一落下，在长老们不敢置信的眼神下，列奥尼达潇洒离去。走出大门时，正好从哈吉斯身边掠过。看着列奥尼达走去的方向，他也耻笑道：“真是够蠢的，竟然公然违背神谕，只身一人奔赴战场，这也太傻了吧！”但为何看着那道背影，他止不住的颤抖，身体控制不住的想要跟随其一起战斗？每每想起那个时候，哈吉斯就摆摆手，表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感觉身体自个儿跑了起来，冲出的城邦，冲那道背影嘶喊着：“列奥尼达大人！”或许不是身体，而是灵魂在情不自禁跟随那人的背影。不只是哈吉斯，很快身后便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列奥尼达回过头来，那是一整支队伍，和哈吉斯一样追随列奥尼达的300余名战士，全都在呐喊着，请让他们跟随大人一块出战吧。这一幕连列奥尼达也没想到，但还是提醒战士们：“你们知不知道这场战斗意味着什么？”战士们点头应道：“当然知道，这是一场十死无生的战斗。”给他递上盾牌的哈吉斯全身都在颤抖，但嘴里仍是说着：“我很害怕，但吾的乃是斯巴达人。”整齐划一的呐喊声冲破了云霄。列奥尼达吐了口烟，从哈吉斯手里接过盾牌：“好吧，随你们便。”战士们举起了长矛，欢呼喝彩着，仅仅是因为能跟随列奥尼达一块出战而振奋。就这样，违逆神明神谕的列奥尼达带领手下300名斯巴达勇士阻挡在温泉关要道。俯瞰着那黑压压一片的30万敌军，列奥尼达笑着说道：“呵呵，还挺壮观吧？好了，来给那些只会仗着大军之势来战的胆小鼠辈们见识下我们斯巴达人的战斗。”要知道那可是300对30万，人数1000倍之差。哈吉斯回忆道：“那时候他差点吓尿了，但也因此第一次切实感受到自己还活着，身为斯巴达人而活着。要说后悔吗？大概在场没有一个人产生过那样的念头。虽然到最后他们全都牺牲在那场战役里，但正因为他们的浴血奋战，振奋了整个希腊，在之后的战争里击败了波斯军队，拿下了胜利。说起列奥尼达大人的强大之处，哈吉斯想了想，这样说道：“列奥尼达大人有着令人为之振奋的背影，那举世无双的霸气背影。”没错，看着此刻站在台前替人类方决战神明的盖世背影，关注其身的哈吉斯和战士们都响起了激昂的呐喊，为自己的王儿喝彩。同样的回忆也通过列奥尼达之口告诉了阿波罗：“听懂了吗？你那没脑子的命令，从此成为了斯巴达人的狗屁神谕。看看你干的蠢事，老子最讨厌的就是被别人命令。这次正好和你这家伙做个了断。”“好，你怎么能说做个了断呢？难得本大人让你们不要争斗，这般神谕还不好吗？”此话一出，场边的斯巴达长老们就算死了都露出惊恐的神情，生怕这神明加些神罚。反观斯巴达战士们都怒斥这虚伪的神明。阿波罗径直向前走去，嘴里说着：“真是个放肆的家伙，要向本大爷进言的话，难道不应该先跪下吗？”哈哈，瞅着这货得意的脸，列奥尼达实在忍不了了。“是吗？那不就巧了。”只见他举起了盾牌，突然吐起个小圆盘，圆盘边上伸出几个刀片，那模样就好似血滴子。“我也正想让你跪下。”列奥尼达举着盾牌，刀片开始高速旋转。场边的布伦希尔德解释道：“那面盾牌便是列奥尼达的神器。”话一落下的同时，列奥尼达竟挥出了手里盾牌，其神器神力为提枪冲锋者，来自女武神舞女杰罗洛尔。只见那盾牌和刀轮有锁链连接，径直飞进了阿波罗。面对袭来的飞轮，阿波罗嘴角一扬，随后轻描淡写的使用双手摁停了刀轮，刀片差之毫厘停在其眼前。本以为都在意料之中时，列奥尼达手里亮起了光芒。“去他妈的神！”那抹光芒同时作用在刀轮上，感受到手里即将脱离的力量，阿波罗脸色巨变，下一刻整个人都被抡飞了，鲜血洒落半空。开战才仅仅2回合，阿波罗就遭到重创。给你这愚蠢的神明大人一句忠告，除非你先自己命长，否则别站在斯巴达人的面前。好了，到这里就是第9战第3篇的全部内容了。本话的叙事角度挺有意思，通过参与温泉关的300名勇士其中1名的回忆，来揭露列奥尼达和太阳神的恩怨，以及那场经典战役。列奥尼达不畏神谕也要赴死一战的精神，和只留下一句神谕还影响了整个斯巴达的阿波罗形成了鲜明对比。后文那一轮子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看得还怪爽的。不过要我说，这阿波罗的确也惹人嫌，从占山擂台起就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结果还被狠狠打脸。
后文要是还这副拽样，怕是没几人会支持他了。好了，那么喜欢女武神系列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